保镖走过来，看着海童，大少奶奶啊。海童深吸了几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复心情，我没事。低头看了看还捏在手里的验尿结果，海童把那张纸折叠起来，揣进了裤兜里，然后抬脚便走。那保镖们跟在他的身后走出医院，走向医院的停车场。一路上呢，保镖们都在心里祈祷啊，希望大少爷在车上等着大少奶奶。大少爷脾气就不太好，不过每次和大少奶奶闹矛盾的时候呢，大少爷都是嘴硬心软的吧，不会真的不理大少奶奶。可惜保镖们失望了，他们跟着海童走到了他们停车的地方，那里早就没有了站印的车子，只有2辆保镖车还停在那里。海童扭头问道：“车钥匙呢？”一名保镖掏出了车钥匙，海童向他伸手索要。保镖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把车钥匙递给了海童：“你们不用跟着我了呀，大少奶奶。”保镖们低叫着。海童边开了车锁，拉开车门上车，边说道：“我没事，你们都回到他的身边去。”很快，海童就把车开走了。保镖们站在原地看着海童开着那辆保镖车离去。海童心情不好。那离开医院后，他漫无目的地开着车，就只要前方还有路，他就一直往前开去。天色渐沉啊，不知道开了多久，跑了多远。他是上了高速，又下高速，又上高速，再下高速。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少了，他才慢慢地停了车。路两边是小山林，周围都没有人居住。那海童也没有下车，他就是坐在车上发呆。好一会儿，他掏出手机来看，安安静静的，没有来电，也没有信息。站印不联系他，他也不联系他。海童不觉得自己错了，他提出检查一下身体，有错吗？没问题就当做体检了哈，有问题就早治病。他就是习惯了让人服从他，不服从他，他就觉得他的大少爷威严受到了挑战。不联系就不联系。海童决定今晚都不想理那个臭脾气的男人了。静默了几分钟后，海童便调转车头，准备回市区。他在导航上输入了沈家的地址，决定今晚去好友家里住一宿。却说站印从医院出来后，径直就回了悠悠山庄。唐君业夫妻俩呢，在院子里对弈。一名佣人走过来，看到夫妻俩就克厮杀的厉害，佣人不敢说话。有什么事儿就说吧。战丽蓉微笑地看着妻子沉思的样子，温和地对佣人说了句：“那他退休后不用再管着公司里的事情。”年轻时的严肃冷冽已经收敛起来，现在的他温文儒雅，脾气好的让所有人都以为换了一个人。悠悠山庄里，佣人最不怕的便是战丽蓉了。先生、太太、大少爷回来了，那他回来做什么？战丽蓉狐疑地问道。你们大少奶奶有没有跟着一起回来？只有2辆车，大少爷自己开着车，然后1辆是保镖车，似乎大少奶奶不在车上。战丽蓉哦了一声，吩咐地道：“让厨房多烧2道菜。现在回来得留小子在家里吃饭。”佣人想笑：“这是大少爷的家啊，大少爷回家里吃饭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先生却一副大少爷是做客的样子，还把大少爷在家里吃饭当成了蹭饭吃。”佣人走开了。战丽蓉问着对面的爱妻：“想的法子杀出重围了吗？”“想不出来，我就走了。你让我再想想，别吵我，我肯定能想到的。”“刚才云姨来说什么了？”“阿印回来了，他有空回来呀。谁知道他有了老婆后，他是很少回山庄的了，回来也是转一圈就走，好像山庄不是他的家似的。”唐君业向着儿子说话。阿印说：“他一向以你为榜样，你是怎么做的，他就怎么学。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们父子俩就是一样的货色。”战印脾性说是像已故的战爷爷，其实是遗传了其父的。那战丽蓉年轻时和战印没什么两样，只是现在年纪大了，加上又退休，就可以安心的陪着妻子，战丽蓉才变得温和。那夫妻俩在说着话时，战印走进了院子，保镖们就没有再跟随。
看到父母又在下棋，战印走过去，这往母亲身边一站，居高临下的盯着棋盘。彤彤呢？唐君业抬头看了儿子一眼，问道。战印抿唇不语。怎么了？又闹矛盾？唐君业很有经验地问道。随即对丈夫说道：不下了，不过我不是输给你了，是儿子心情不好，我陪儿子说说话，明天再继续吧。说着，唐君业还把棋盘弄乱，因为他实在想不出突围的法子，但认输又不甘心，借口不下了就把棋盘弄乱，明天再重新开始。战丽蓉对于妻子的做法习以为常，她慢腾腾地收拾着棋子，边收边问着儿子。平时把彤彤捧在手心里怕摔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昨天晚上在宴会上，你们俩还好得很，咋又闹翻了？这夫妻相处呀，哪有不闹矛盾的？咱们年轻时不也经常闹矛盾？唐君业说了丈夫一句。阿印坐下来跟妈妈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不会一昧的偏向着彤彤的，妈就是帮理不帮亲。你若是有理，妈就帮你去向彤彤低头；你要是没理，妈也帮你向彤彤低头。战印妈，母亲嘴上说是帮理不帮亲，听听母亲的话，分明还是帮着海童的。当然了，母亲帮着海童，战印是很开心的呀，说明母亲已经打心里接纳了海童。我和彤彤在一件事上意见不一，吵了起来，奶奶不在家，战印就向父母诉苦了。唐君业温和地问道：什么事？说来听听，妈帮你们评评理。下午我本来想带着彤彤去马场骑马的，在路上彤彤说她最近老想睡，我以为她怀孕了，就改变了主意，没有再去马场，带她去医院检查。闻言，唐君业夫妻俩都是一脸的惊喜，问着战印：我们要当爷爷奶奶了吗？战丽蓉说道：阿印，不管海童生的是孙子还是孙女，我和你妈都会喜欢的，不会像你奶奶那样整天念叨着要抱曾孙女。当然了，你们生个孙女给我和你妈抱一抱，我们会更开心的。你奶奶说过，咱们家不管是谁能生个女儿的，就从家族基金里抽出5亿元作为生女儿的奖励，然后我和你妈也会有奖，我们奖励的金额就不超过你奶奶的金额了，我们加一起奖励5亿吧。战丽蓉夫妻俩的私人财产都不知道多少个亿，加一起奖励5亿元，对于夫妻俩来说算是少的了。那5亿元的奖励啊，还没有人拿下呢。阿印，你和彤彤加油呀！唐君业也是笑眯眯的道：若是你们给我添个孙女儿，我那些珠宝就给一半我孙女儿啊。战印看着父母，等父母欢喜的说完后，他低沉的道：验尿的结果阴性的。阴性的。战丽蓉看向妻子，唐君业的笑容也僵了僵，随即说道：没事，你们还年轻，结婚也才半年，婚礼都还没有办呢，不着急的。不着急的，只要你们夫妻俩不做错失，总会怀上孩子的呀。没怀上呀。战丽蓉失望地道：我还以为我准备用来奖励儿媳妇的钱可以花出去了呢。唐君业马上安慰的道：没怀上就没怀上呗，他们还年轻呢，着急啥？婚礼还没有办，现在怀孕的话，到办婚礼时肚子都隆起来了，穿婚纱就不好看了。阿印啊，彤彤的婚纱定制了吗？身为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婚纱自然是请设计大师量身定制的呀。战印还没有帮老婆定制婚纱，他忽然发现自己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准备，大概是想到离办婚礼的时间还长着吧。当初你是入门喜，咱们蜜月归来时你就有了阿印。那战丽蓉说这句话其实没有其他意思的，但听在战印的耳里，意思就不一样了。他觉得父母嘴上不催生，心里催生了，也觉得他和海童结婚7个月，早该怀孕了。他母亲当初是入门喜，蜜月归来就怀上了他，而他和海童在一起也有4、5个月了。他又热衷于过夫妻生活，也很和谐，
但是海童就是没有怀孕，难道真是身体有问题？那商太太说，夫妻生活过于频繁也影响怀孕的。她这2、3个晚上就只搂着海童睡，就忍着没有碰他。阿印，你是不是因为彤彤没有怀上，就跟彤彤闹了矛盾？唐君叶反应过来后，瞪了丈夫一眼，问着儿子。战印沉默了片刻后，说道：彤彤担心我们俩身体有问题，提出要检查一下，我拒绝了，我觉得我的身体没问题。他也很健康，我们都是很注意身体健康的人，怎么会有问题？他说我是继医，总之他就是坚持要检查。我不想检查，然后我一生气就撇下他自己走了。下一刻，唐君叶忍不住一巴掌呼过去，狠狠地打了战印一巴掌。那战丽蓉呢，则是把一盘棋朝儿子砸过去，刚被他收好的棋子砸在战印身上，又散落了一地。战印俊脸黑如墨，就他看着父母，检查一下有什么问题，就当体检了。你不想检查就不想检查，把彤彤一个人抛下。你这是……彤彤估计委屈的都要哭了。唐君叶骂着儿子，你这脾气就不能改一改？战印，我又没有说什么重话，就是先走了，他会委屈的哭。他想到海童哭泣的场景，就觉得心像刀割了一样痛。若是海童先走，把你一个人撇在医院里，你是什么感受？唐君叶反问着儿子。他这个大儿子呢，在处理感情的确不咋的，也怪不得婆婆要逼着他娶海童，当作是报恩了。就他这大少爷的臭脾气，换成其他女人，大概率会经常冷战吧。战印抿抿唇后说道：我又不是没长腿，也认识路，就他不和我一起走，我自己也能回来。都说了我们身体没问题，不用检查。他说我继医，说让我检查，就踩着我的老虎尾巴了。战印吐槽着我说的话，他就是不信，他对我不够信任。怀孕又不是想怀就能怀上的，没怀上就没怀上了，我和他结婚时间又不长，要是结婚10年8年没怀孕，就要去检查了。真的是儿子不娶妻，他都不知道他一向引以为傲的儿子，让他很想动手揍儿子一顿呀。10年8年的，你们都老了，就算检查出问题，再花时间去治。彤彤怀孕已经属于高龄产妇，你这臭小子都不知道你脑袋里装的是什么。检查一下，你的肉能少几10斤吗？战丽蓉也骂着儿子，现在不是检查不检查的事，是他把彤彤一个人丢在医院，自己走了。战印，海童要是跟你冷战，不想搭理你，你别回来跟我们说，让我们帮你说情哈。你这是活该，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没错，觉得是海童无事生非。唐君叶起身也把丈夫拉了起来，老公，我们走吧，再听他说话，我怕我几10年的贵妇人涵养就要破防了。战丽蓉陪着老婆进屋去了，她一进屋就吩咐佣人让厨房不用再夹菜了。佣人不解，大少爷回来了呀，不用管他。佣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见先生太太都很生气的样子，也不敢多问，默默地进厨房。就跟厨师说不用再夹菜了。战印在外面坐了好一会儿才进屋，发现父母已经用过了饭。见他进来，唐君叶吩咐佣人收拾一下，没有吃完的菜也不多了，倒掉吧。妈，我还没有吃呢。战印本能地道，没有做你的饭菜，你是有老婆有小家的人了，你回你的小家里吃去吧。唐君叶直接要把儿子赶走啊。战印，妈，这也是我的家啊，你没有带着彤彤回来，这个家就不欢迎你。战印一脸黑线，妈，我是你亲生的还是彤彤是亲生的呀？就因为彤彤不是我生的，我才要更加的疼爱彤彤，让彤彤在这个家里感受得到温暖。战印抿抿嘴看向父亲，战丽蓉说道，不用看我，你奶奶不在家，要是她老人家在家，她能对得你怀疑人生。我和你妈口才没有你奶奶好，你小子走运。
战印俊脸黑得像炭了，爸妈也盼着抱孙吧？唐君业说道，我们是想抱孙，但我们没有催生过。你不要把这件事怪到我们头上来，我们从没有在海童面前催过你们生娃。彤彤压力大啊。战印知道自己在面对海童说要检查身体的时候，有点敏感了。觉得是海童生娃压力大，彤彤压力大，你跟彤彤说生孩子顺其自然吧，我们又不催生，她越是压力大，越是难怀孕，叫她想开点，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又不长，要是2、3年了，没有做过措施，也没有怀孕，那才要检查。就是了，所以我说不用检查的，我和她的身体都没有问题，是她压力太大。我也跟她说了，参加完苏南和沈小军的订婚宴后，就带她出去旅游散散心。唐君业忽然意识到儿子其实是想提醒他们，就算海童婚后1、2年都还没有怀孕，都不要催生，更不要给海童施加压力。这小子哈，真是腹黑。他们当公婆的是真的没有催生过，因为小夫妻俩连婚礼都还没有办，就觉得不用着急催生娃。行了，你们夫妻俩的是吧？你们自己解决啊。妈向你保证，10年内不催生，生不生随便你们。战印脸色温和了，他向母亲道谢，妈，谢谢你。谢什么谢？赶紧回去找海童道歉，以后不要脾气一上来甩手就走。那要是海童这样对你，你能抓狂？那也就是海童脾气好，才能包容你啊。唐君业没好气地说道。战印说道，那我走了。就战丽蓉问他不吃了饭再走。唐君业说道，还吃什么吃？饿着肚子回去。彤彤不理他的时候，他腰一弯，抱着肚子直叫痛，彤彤就会心疼他。战印的脸都红了，妈，我没有装过病，扮过可怜，他上次胃不舒服是真的不舒服。唐君业瞟了丈夫2眼，说道，人生路还长着呢，你敢保证你一辈子用不到装病扮可怜？战印接不上话。在母亲的催促下呢，他扭身走出了餐厅，听到儿子脚步声远去了。战丽蓉问着老婆，君业，你刚刚瞟我2眼是什么意思？那你认为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，那都是多少年的事了，多少年的事我都记着呢。战丽蓉低低的笑，我陪你出去散散步吧。唐君业没有拒绝。战印从家里出来就打电话给海童，电话通了，但是海童不接听。他发信息，海童也不回复。海童此刻在沈家，沈家也是刚吃完晚饭，海童心情不好。晚饭后，小军陪着他在附近闲逛。彤彤，我记得你说过你婆家并没有催生吧？你是自己给自己压力了呀？2个人好的能共穿一条裤子。海童和战印这一路走过来，沈小军又是个见证者，他没有听海童说过战家催生的，他们倒是没有催生。我就是觉得这么久了都没有怀孕，担心自己有问题。海童叹口气说道，没有人给我施加压力，可我又觉得压力山大。别说我婆家是豪门，就算是普通人家结婚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动静，那也得担心。我们夫妻要是做了避孕措施，没有怀孕那还正常。沈小军想到周围的人家，一般是结婚后很快就会传出怀孕，现在更多是怀着身孕才结婚，结婚超过半年还没有怀孕，又没有做防护措施的，都会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的了呀。他理解好友的压力。彤彤，我是还没有结婚，没经历过这种事，不过我知道不能压力太大的，压力过大更难怀孕。我相信你没有问题的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想的太多对你也不好呀。海童又是叹着气，小军，我现在并不是因为没有怀孕难过，我们夫妻俩吵架了。战印撇下我就走，他临走前那脸色，说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好委屈。沈小军揽着好友的肩膀，安慰着，战先生那样做是很让人生气，我听着都替你生气。今晚你就留在我家里过夜，
要是战先生来接你，你也不要马上跟他回去，让他急上一急。那我会跟我爸妈说，屋外有什么动静都不用管，他一发脾气就喜欢跟我冷战，说不定他回山庄去了，不想理我呢，我还指望他来接我。海童自嘲地道。也好吧，彼此冷静冷静，我也要自我开导，不要再给自己太大压力了，顺其自然吧。明天呢，咱们去看看我们的菜场吧。那沈小军笑道，好吧，你想去哪里我都陪你去，我也只占用你一天的时间。你和苏总的订婚日子快到了，你们也忙。小军，你和苏总这样挺好的呀，不用轰轰烈烈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沈小军和苏南不曾闹过矛盾，苏南情商高，脾气也好，不像战印那样，习惯了别人的顺从，在海童面前就算努力的改了。偶尔还是会发大少爷脾气的。彤彤，其实你和战先生也挺好的，偶尔一点的小矛盾不会影响你们的感情，只会让你们感情更好。海童默了默后说道，我们回去吧，我昨晚喝的有点多，今天又没有补眠，现在头有点痛了。好。沈小军陪着好友回家后特意跟父母说，今晚不管屋外有什么动静，让父母只管孟州宫去。爸，我们家的2条狼狗今晚可以不用拴着狗绳。那沈爸爸说道，晚上我都是不拴狗绳的。海童跟着小军上楼，回到小军的闺房。彤彤，你穿我的衣服吧，我有很多新衣服都没有穿过的，咱俩差不多，我的衣服你也合身。沈小军去衣柜拿了自己的新衣服过来给海童，见海童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望向楼下，他也往楼下看了看，说道，他要是来了，我家的狗会叫的，你家的狗晚上不拴狗绳会不会咬人？沈小军笑道，我家晚上会把院子的大门锁上，狗跑不出去咬人的，听到动静顶多就是吠一吠。那要是战先生翻墙入来的话，那就不好说了。战印会翻墙吗？沈小军的手机在响，他看了来电显示后，对好友说道，是苏南打来的，我觉得可能是你家战先生又向苏南求助了。苏南打电话给我问你的下落。海童淡淡的道，就算问了也不用管他，他以为就他有脾气吗？我也是有脾气的人。沈小军是站在好友这一边的，他也觉得好友没有错。海童是个很自信又开朗的人，现在却担心自己不孕，这种压力是因为她嫁的男人是战印，无形中带给她的。小军心疼好友呢。那便想着帮好友一起治一治战印。000，手机铃声还在继续响着，沈小军只得接听了电话。小军，你在忙什么呀？不想我吗？这么久才接我的电话，我可想死你了。想着你要是再不接我的电话，我马上就开车去你家里看看你的。苏南说话带笑，听在沈小军的耳里，那就是最动听的情话。苏南对他真的很好，两个人的脾气也合得来，从相亲到现在准备订婚了，都没有闹过矛盾。有时候沈小军还觉得自己的爱情太过于一帆风顺，现在看到好友和战印总会闹一点小矛盾，每次海童都心情不好，有点委屈。沈小军又觉得他和苏南就这样平平淡淡挺好的。我手机没带在身上，准备洗澡了，你就打电话过来，我马上从浴室里冲出来接听，速度就慢了点哈。沈小军撒了个谎，他笑道，我想你每天24个小时都想着你，睡着了做梦都是梦到你。苏南在电话那边笑咧了嘴。海童听着好友和苏南通电话，似有所悟啊。他和战印是恩爱，不过夫妻俩都是那种不太会说甜言蜜语的人。小军，我能不能叫你老婆了？苏南深情地问道。沈小军笑道，咱们过2天就订婚了，订婚后就领结婚证，领了结婚证你就算想飞都飞不了了，以后只属于我沈小军一个人，
你不叫我老婆，你叫谁做老婆？你敢叫别人做老婆？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我家的狼狗。苏南连忙保证，我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女人，只叫你做老婆。老婆，我很想你，不过也有一件事想问问你的，我们总裁夫人在你那里吗？那沈小军看向好友，他猜的一点都没错。只要小夫妻俩闹了矛盾，战印第一件事就是找苏南帮忙。那苏南就是战印的爱情顾问，为战印的爱情操碎了心。战印不给苏南多放1个月的婚假都说不过去啊。沈小军不愧是苏南心爱的女人，两个人想法是一致的，都想着婚假能再多1个月。怎么了？沈小军不急着回答苏南，反问着苏南。苏南叹口气说道，还不是我那个上司，又跟他老婆闹矛盾了，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也能被他闹起来。现在我们总裁夫人不接他的电话，不回他的信息，他回家又看不到夫人的身影，不就着急了吗？又求到我这里来。老婆，我们总裁夫人在你那里吧？你没有查？苏南赶紧说道，我没有查，你说过的，不喜欢我事事都掌控在手里，你却一无所知的，所以只要涉及到你的，我都不动用我的人脉去查，我就是猜测。总裁夫人会在你那里，你们交情最铁了。他有心事的时候一般会跟你说，彤彤是在我这里，你跟战先生说，彤彤在我这里住下了，暂时不会回家去。苏南应着，好，我等会儿就和他说。老婆，你还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？以你们总裁为前车之鉴，可别学他哈。苏南笑道，放心吧，我都是以他为反面例子的，他做的事情只要会让总裁夫人生气，我都不会去做。我还是很放心的，苏南，我爱你，爱死你了。我也是。沈小军说道，你先回复战先生吧，免得他急疯了，明明爱惨了彤彤，又总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就翻船。我去洗澡了。苏南恋恋不舍地挂断电话，随即打电话给战印。在战印接电话后，他说道，你家那位又去抢了我的心上人，霸占了我的心上人，我马上去接我家彤彤回来，不会再霸占属于你的位置的。战印也猜到海彤是在沈家，他问过大姨姐，确定海彤不在大姨姐那里，就肯定是在沈家。商小飞那里他没问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战印都不想去问商小飞。我家小军让我跟你说，嫂夫人要在他家里住上几天，你没事的话别去打扰嫂夫人啊。战印绷着脸，我老婆就我住哪里他就住哪里，我去接他。说完他就挂了苏南的电话。苏南本来想提醒他，沈家养着2条凶猛的狼狗，只要没有人刻意去逗弄他们都不会吠的，但若是有人进院子，他们就会突然之间扑过来。白天的时候，沈家都是用狗绳拴住2条狼狗，晚上的时候会放开狗绳，不过院子的大门会锁上，狼狗不会跑出去吓人。守家护院很厉害的。那沈家的左邻右舍都养着狗，就在管城还没有高速发展时，沈家所在的地方也是一条村子嘛，现在依旧保留着村名。经过高速发展，现在沈家所在的村子跟大城市一样繁华，土著都非常有钱。沈家就是土著，很多房子和商铺收租。不过沈家人都低调，和普通人一样生活，该上班的还是上班啊。那战印确定了妻子就在沈家后，吩咐阿七等保镖不用跟随了，他自己开车去沈家接人。海彤明明困得要命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一直留心地听着院子里狼狗的动静。沈小军心知肚明，他说道，彤彤，就算战印来了，狗也会吠的，你不用惦记着，先睡会儿吧，你昨晚没睡好呢。我才没有惦记他呢，小军，我是打定主意要在你这里住上几天的。海彤不承认自己惦记着那个气他的男人。沈小军笑，行，你没有惦记他，那你倒是睡啊，
别再翻来覆去的。像我妈煎咸鱼时一样，海童翻过身来，轻掐了他一把。我睡不煎咸鱼了。沈小军揽了他一把，安慰着老夫老妻了。战先生爱惨了你，一点小矛盾，很快就雨过天晴的，放宽心睡吧。睡好了，才有精神笑对人生的风风雨雨。小军还好，有你让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有个人可以倾诉一下。咱们是老朋友了，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也找你倾诉？快睡吧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海童嗯了一声，就在好友的宽慰下呢，海童慢慢的就进入了梦乡。等战印到达沈家的时候，四周围一片静悄悄的，大家都已经进入梦乡。他就在沈家门口停了车，停好车后，他再次打电话给海童。海童已经睡着，加上手机又调了静音，自是没有接听他的电话。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战印只好厚着脸皮打电话给沈小军。沈小军被手机铃声吵醒，也没看来电显示，直接就接听了电话。谁啊？有没有点道德心？深更半夜的打什么电话？你不睡，我还要睡呢，扰人清楚是没道德的事啊。战印，沈小姐，是我啊。你谁呀？你战先生。战印低沉的嗯了一声，是我。沈小军马上偏头看向身边的好友，见好友睡得沉，他轻手轻脚的起身，走到了窗前，拉开一点窗帘往下看。还真看到战印的车停在自家门口。战先生半夜三更的不休息，打电话给我做什么？我在你家门口。哦，沈小姐，彤彤睡着了吗？哎，能不能叫他出来，我接他回家啊？沈小军说你也不看看时间，现在几点了？他睡着了，你过2天再来接吧。他说要在我家里住几天，等我的订婚宴过后再回家的。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，还未到0时。彤彤真睡着了，他是不是不想见我啊？现在这个时间对于战印来说还早着呢，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深夜。战先生很有自知之明啊。战印沉默。战先生，彤彤的意思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你要么回家去，要么在这里等到天亮，看看彤彤肯不肯见你吧。我要休息了，晚安。沈小军说完也不等战印回话，他就挂断了电话，随即也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那样就算战印打电话打到手机爆炸，他也听不见响声。被沈小军挂了电话的战印无奈地把手机揣回裤兜里，抬头看着沈家那栋自建房，看到位于3楼的某间房有点光，猜测是沈小军的闺房。以海童和沈小军的交情来看，那2个人肯定是同睡一间房的啊。战印很想大声叫喊，又怕吵醒别人。他在沈家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后，看看沈家的围墙挺高的，院子的大门虽然也高，比起翻墙要容易一点。战印想着他要不要翻门而入啊，然后带海童回家啊，又觉得自己这样做容易被人当成是贼，传出去的话，他战印的脸往哪里搁呀？最后呢，战印再次掏出手机来打电话给沈小军，沈小军没接听，不过很快呢发了条信息给他，彤彤不想跟你回去。战印收到沈小军的信息后，觉得海童是醒着的，只是不想接他的电话，不想搭理他而已。那他决定翻门而入，就只要他进去了，为了不打扰到沈家人休息，海童肯定会跟他回家的呀。某少这样想着，就这样做了，却不知道沈家的那2条闷声狗正在角落里盯着他呢。等到战印爬上了门上面，翻过了门，准备放手一跳的时候，一扭头，看到2条大狼狗正高抬着狗头呢，死死地盯着他看。吓得他差点就要掉下去了。附近的人都养着狗，战印知道。他开着车经过那些人家的屋门口时，别人家养的狗都在吠着。
沈家有狗，他不知道。他车停在沈家门口，别人家的狗就不叫了，但是沈家的狗也不叫呀。没想到2条狗属于闷声狗，都说啊，闷声狗咬死人。他要不是扭头看一眼，直接跳下去。2条狗还不把他给撕了。2条狗见到站印没有跳下来的意思了，这才冲着站印不停地吠着。站印发现沈家屋里亮起了灯，赶紧翻过门去，然后跳下的，回到自己的车子前，靠在车身上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还想摸根烟出来抽抽的，没摸着。海童不喜欢烟草味，他鲜少抽烟，身上也没带着烟。旺财，谁呀？沈妈妈的声音响起，她开了屋门出来，并把院子里的灯都开着。看到2条狗冲着门外猛吠，她便走下门前的台阶，想过来看看。那站印这才重新走到院门口，对沈妈妈说道：“阿姨，是我，站印。”沈妈妈看到了他，站印啊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阿姨，我想接彤彤回家的。沈妈妈走过来，但并没有给站印开门。她说道：“彤彤说头痛，很早就躺下了，现在不好去叫醒他，你明天再来接他吧。”站印关心地问：“彤彤怎么会头痛的呀？”说是在宴会上多喝了2杯，今天又没有休息好，就头痛了呀。站印顿时自责不已，是他的原因让他今天没有补眠，才会头痛的。阿姨，我看3楼的房间有灯光，哎，是不是彤彤醒了？沈妈妈扭头仰望了一下3楼后，说道：“不是，是小军房里的床头灯，一点点的灯光。”站印了一声，他想接走海童，但沈妈妈说海童早已睡下，就不愿意替他去叫醒海童。知道海童头痛，站印也舍不得让沈妈妈去叫醒他了。阿姨，那我明天一大早就过来接彤彤吧。沈妈妈嗯了一声，那你早一点过来。我听小军说明天一早，他和彤彤要去视察他们投资的项目进展情况。好的，天刚蒙蒙亮我就过来。阿姨，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回去吧。沈妈妈说着拍了拍2条狗的头，说道：“熟人，不用叫了，去躺着吧。”2条狗很听话的扭身，走回到角落里趴下来，继续看家护院。沈妈妈这才转身回屋里去。